我讨好表兄5年，他却看我不顺眼，回回都让自己那个貌美的叔弟来应付我。直到表兄坠湖，我把他捞了上来，他要允我一诺，姻缘也可以。我欣喜万分，你看我做你弟妹怎么样？表兄怔住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撑着伞在学堂外等了半刻钟，才见表兄被人簇拥着出来。与他一道的学子瞧见我，促狭地笑开了。还是沈从兄命好啊！家人相候，风雨无阻。沈从脚步一顿，目光扫过说话那人，脸色倏地沉了下来。他抿着唇，大步走入雨幕，径直停在我面前。雨丝斜斜打湿了他半边肩头。你怎么来了？他声音比这秋雨还冷。我踮起脚替他撑伞，声音轻快。今日有花灯节，我打算……话未说完，便被他抬手截断。沈从目光扫过来，如同灰蒙蒙的天，没什么温度，带着点疏淡。我还有事，不去，让沈赞陪你去。说罢，他不再看我，也不等我的回应，径直转身上了马车。我怔怔地看着马车远去，一时间有些愣神。他有没有事关我什么事？我本来也没打算邀他。学堂门口尚未散尽的几个学子，目光像黏腻的蛛丝，带着毫不掩饰的打量和窃窃私语。瞧见没？又被晾这儿了。沈从兄是真不客气啊。嘘，小声点，看沈赞。一道颀长的人影已悄然立在我身侧，挡住了身后的风，也挡住了那些令人不适的视线。我下意识转头，撞入眼帘的便是沈赞那张脸，语气氤氲，更衬得他肤色如冷玉。他接过伞，漂亮的狐狸眼弯了弯。城西有家糕点，你爱吃的，要去尝尝吗？入夜再去放花灯。算了，管他过成什么样，反正陪着我的是沈赞。思及此，我冲沈赞甜甜一笑，好啊。糕点甜糯，花灯璀璨。沈赞买下一盏雪白的兔子灯，细竹骨架，薄纸糊成，憨态可掬。他把灯递给我，指尖不经意擦过我的手背，又飞快离开。我提着那盏兔子灯，灯影在脚下晃动，心也像那光晕一样轻轻地晃。回府时，月已西斜，月光清凌凌地泼下来，水银似的漫过庭院，也照亮了廊下那道颀长孤拔的身影。竟是沈从，他像是站了很久，一摆沾了夜露，整个人浸在眼角投下的浓重阴影里，瞧不清神色。他从阴影里迈步出来，沈赞声音温润，长兄怎么还未歇息？沈从没搭理他，问我玩得很开心。沈赞轻笑一声，自然开心，阿些还夸我挑的灯最衬他。我正低头拨弄灯穗，闻言点头，是呀。沈从的目光直直落在我手里提着的那盏灯上，忽然嗤笑一声，丑。说完，一挥袖子，转身便走。我被他这没头没脑的一句弄得有些懵。他又怎么了？沈赞轻轻拍了拍我的肩，声音放得更柔，长兄性子冷，对谁都这般。上月还因李小姐送的香囊不合心意，当众掷回了人家案头。阿西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我没往心里去，我都习惯了。沈从看我一向不顺眼，连带我喜欢的灯也入不了他的眼，有什么稀奇？我总觉得沈从适合去收债，就比如现在，大家都在用膳，就他脸色冷沉，时不时嗖嗖递个眼刀过来，扫得人背脊发凉。我委实受不住，筷子一转，夹了块烟笋放他碗里。表兄，你吃。沈从筷子一顿，目光落在碗里那块笋上，片刻勉为其难夹起吃了。我松了口气，沈从的脸色肉眼可见地缓和下来，一块烟笋竟有化戾气为祥和之奇效。可惜这平和并未持续多久，沈赞一直低头喝粥，我顺手也夹了块菜给他。筷子尖刚碰到沈赞的碗沿，对面啪的一声响，沈从的筷子重重拍在桌上，满桌寂静。他起身时一摆带翻了茶盏，茶水泼了半边袖子，连看都没看一眼，径直走了出去。沈赞笑着摇了摇头，掏出帕子替我擦拭溅在手背上的水珠。没烫着吧？他的指尖在我手背上轻轻拂过。
有些痒，像是什么东西在心间挠了一下。我下意识缩回手，抬眼去看他，他已垂下眼。我脸颊好像有些热，摇了摇头，没事。我吃完饭去姑母那，院子里很静，檐下的铜铃偶尔被风拨弄，响一下，又寂了。从而性子冷硬，你多担待些。他忽然开口，我穿针的动作微微一滞。沈从母亲新丧不过1年，沈父便借着无人执掌钟馗的名头，求娶了出身商贾的姑母。我姑母是嫁进沈家后才知道这是个火坑，入不敷出的账本，花心风流的丈夫骗了她的父母，思虑过重，滑胎2次，生生坏了身子。还没缓过劲儿，我爹娘骤逝，家里那点本就摇摇欲坠的门楣彻底塌了。姑母顶着意味不明的目光，把我接进了沈府。可在这府中，我俩能依靠谁呢？沈从是嫡长子，又天资聪颖，不出意外会是沈府未来的掌权人，所以姑母总盼我能走近些，再走近些，最好能暖一暖那块冰，为日后挣一点倚靠。我有些怔，被手上突如其来的一阵刺痛拉回了神，针尖不知道什么时候扎进了肉里，疼得我轻轻嘶了一声。姑母割下自己的袖绷，轻轻拉过我的手，用干净帕子角小心按去血珠。这么大了，穿针都能扎到手。我讪讪笑了笑，走神了。姑母叹了口气，沉默片刻，又道：你是个聪明孩子，姑母知道你懂。懂吗？我眨了眨眼。懂的。下午，姑母推我给沈从送糕点。我走到书房外时，里头正传来稚嫩的读书声。沈家子女多，沈从这位长兄偶尔闲下来，会教弟妹读书。我透过半开的窗棂，看见他挽了衣袖，墨发半散，握着一支笔，正娇腰地写字，看着比当年教我时温和许多。我刚来沈家那会儿，他也教过我的。那时我不过10岁，连女诫都没学完。沈从捧着《史记》坐在廊下，我一遍遍在他身边路过，用余光去描。记不清第几遍时，他突然抬眼，想学。我点头如捣蒜。他嗤笑一声，把书往我这边推了推，里面有一大半都不认识。我看着一行行字犯难，他抬手揉了揉眉心。罢了，明日来书房，我教你。沈从心好，但耐心不好。我笨拙一些，他便轻啧一声，把我扔给沈赞。后来再大些，他就不肯让我再跟着学了，硬说我自丑的他心烦，耽误他做学问。真是的，就是看我不顺眼，杵着作甚？沈从不知何时开了门，逆着我手里的食盒，嘴角绷得平直。我回过神，朝他举起食盒，我给表兄带了糕点。他接过食盒，转身就往屋里去。见我没动，又回头，杵着作甚？我抿唇，跟着进了屋，挑了窗边坐下，视线巡视了一圈，捋了捋碎发，怎么不见沈赞？老三闹腾，他带着出去买糖葫芦了。我应了声。四妹忽然凑过来嗅了嗅，阿西姐姐身上甜甜的。沈从翻书的手顿住，我弯弯眼睛，掏出荷包递给他，桂花糖。四妹还没接过来，荷包就让沈从给抽走了。小孩吃糖牙疼。我想想也是，伸手道：那还我吧。沈从手腕一抬，荷包就晃到了我够不着的高度。他瞥我一眼，你也是，少吃点糖。没收了。话落，那荷包就顺理成章地滑进了他的袖带。哎，沈从不理会我的抗议，示意四妹回去读书。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刚回小院，沈赞便寻了来，他手里拿着串红艳艳的糖葫芦，山楂裹着亮晶晶的糖壳，递到我眼前。诺，给三弟买的，顺手也给你带了串。我接过，心里那点被沈从惹出的闷气散了些，咬了一口糖衣，脆生生的甜裹着酸。还是你好，我含糊抱怨，不像表兄，把我荷包没收了，说什么让我少吃点糖。沈赞脸上浅笑凝了一下，又很快恢复如常，笑意重新浮上他的眼角眉梢，甚至比方才更盛。他微微轻身靠近了些，风拂动他几缕碎发。他没收了旧的，沈赞尾音轻轻扬起，像藏着一个小小的钩子。那我给你绣个新的，好不好？我嘴里还含着小半颗山楂。
酸甜的滋味滞在舌尖，一时忘了咀嚼，只愣愣地看着他近在咫尺的眉眼。沈赞容貌与沈家人都不太像，若说沈从是池中莲，濯清莲而不妖，那沈赞便是红芍药，濯艳而不俗媚。你还会刺绣？他直起身，轻笑一声，我可是会好多呢。带我绣的荷包好不好？好，当然好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沈赞似乎笑得更欢了。几天后，我腰间系了个新荷包，苏绣红芍药，里头鼓鼓囊囊装着沈赞亲手晒的幸福。沈从见了，问我沈赞绣的。我低头拨弄荷包穗子，含糊嗯了一声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声音低低的：“你们俩关系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”他这句问得突兀，像颗石子投入心湖，漾开了几圈涟漪。沈赞生母是先夫人的堂妹，在他幼时过世了。沈老爷子后院又不消停，所有孩子里，他是最默默无闻的那个。大抵是母亲之间的缘故，他经常跟在沈从身边。沈从那时还没这么讨厌我，我经常往他面前凑，偶尔沈从会嫌我问题太多，嫌我打破了他独处的清静，嫌我太爱碎碎念闹腾粘人。每每被我缠得烦了，便会皱着眉，头也不抬地朝某个方向挥挥手：“沈赞，你带他玩去。”我和沈赞同龄，相处起来也更容易些。慢慢的，两人关系好了许多。真正交心却是在14岁那年。不知为何，沈从那时对我越发冷淡。起初只是书房的门对我紧闭，后来廊下偶遇，我扬起笑脸唤他表兄，他充耳不闻，目不斜视地从我身边走过。如此种种，数不胜数。后来我揣着攒了许久前买的螭龙镇纸，想借他生辰求和。宴席喧闹，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去见沈从独自站在水边，便提起裙角走了过去。表兄，话音未落，旁边几个眼高于顶的公子哥便嗤笑起来，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刺入耳膜。攀亲带故的，还真当自己是沈府表小姐了。不过是个打秋风的破落户，脸颊瞬间滚烫，血直冲头顶。那时候的我还没那么懂事，做不到把这些话视若无睹，窘迫的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目光下意识地投向沈从，带着最后一点希冀。他听见了，他甚至朝这边瞥了一眼，随即他像被这边的聒噪扰了清静，连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都吝于留下，径直转身拂袖而去。那些人得寸进尺，把我当成了取笑的谈资。最后沈赞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，指尖轻轻搭上我发抖的肩：“阿西，母亲在寻你。”那几个公子哥的嬉笑戛然而止，脸上掠过一丝被撞破的尴尬。沈赞这才缓缓抬眼，目光轻飘飘地扫过他们，嘴角仍是挂着笑的：“君子当思出言之由，三思而后言。诸位言行，当真是把书读到了狗肚子里。”他说完拉着我就走了。那夜我蹲在花园角落哭，沈赞就默默守着，直到我抽噎着抬头，才发现他掌心躺着枝草编的蚱蜢。小时候哭闹，我娘就这样哄我。我愣愣望着他，眼泪依旧不争气地往下掉。沈赞叹了口气，擦去我眼角的泪，那双眼里映着一个小小的狼狈的我。他说：“阿西，你很好，所以你不要难过。”后来听说他找了书院夫子告了状，那几位公子哥被罚抄书100遍，不抄，告家长。本来关系就很好呀。我小声嘟囔了一句，沈从默了默，却没再接话。沈从这2日总心不在焉，昨日在书房，他执笔批注，墨汁阴透了纸背都未察觉。今晨用膳时，筷子夹了空，还往嘴里送，怪得很。夜里落了小雨，我从姑母那回来，远远瞧见湖边立了个人影，青衫半湿，连伞也未撑。我蹙眉，撑着伞小跑过去：“表兄，雨大了，回屋吧。”他似被惊醒，回头时眼底还凝着未散的玉色，目光落在我脸上，晦暗不明。“你……”他刚开口，脚下忽然一滑，扑通，水花四溅。沈从不会水啊！我吓了一跳，连忙扔了伞。
跳下去捞他。我幼时便识水性，可沈从实在沉得离谱，我费了些功夫才把他推到岸边。天爷，有人落水了，快来人啊！扑通的水声惊动了巡夜的家仆，人声、脚步声、灯笼摇晃的光影，兵荒马乱了一整夜。次日一早，我刚把守了我一夜的沈赞打发走，后脚沈从就来了。昨夜他开口，声音沙哑：“多谢你，救命之恩，我与你一诺。”我摆摆手，不当回事。他看着我，那双总是疏离冷淡的眸子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无声的涌动、破裂，露出底下一点灼烫的、带着孤注一掷意味的光。金银、虔诚，或是沈从顿了顿，脸颊突然绯红，姻缘也可以。我猛地抬头，我心跳漏了一拍，忽然福至心灵。你看出来了？沈从顿了一下，耳根愈发红了。你当我瞎吗？我一个激动，扯住他的手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沈从竟然看出来了，也不枉我讨好了他这么多年。那你看我能不能做你弟妹啊？此事不，他怔住了。你说什么？我问你，我能不能做你弟妹？沈从难得怔住了，片刻，声音陡然拔高：宋明熙，你再说一遍。我喜欢沈赞，我想做你弟妹。我说的理直气壮。沈从脸色却一寸寸沉下来。你看上他哪了？我有些扭捏。你知道的，表兄，我这人吧，从小就有点好色。他没好气地截断我的话。我嘿嘿笑了，然后对沈赞因色生爱，爱而情深的过程激动地叙述了一遍。抬起头时，沈从脸色已经难看得像要杀人。我立刻噤声，小心翼翼地往后挪了挪。沈从似是不知道说什么，半晌才冷笑一声：好，好得很。什么？没什么。他磨着牙，努力挤出一个笑容：我会成全你的。在我莫名的目光中，沈从拂袖而去。然后我一连几日都没再见到沈从。姑母差人打听，说他在书房连着熬了好几宿。我不禁有些心虚，我哪句话说错了？我喜欢沈赞，他生什么气啊？沈从将自己关在书房整整3日，墨汁在宣纸上阴开大团污迹，他却浑然未觉。窗外秋雨淅沥，敲打着眼角，也敲打着他纷乱的心绪。允诺出口那刻，他几乎是孤注一掷。他想，只要他开口，只要他开口，什么前程珍宝，哪怕是他要他自己，他也绝不皱眉。可是宋明熙没有。他笑盈盈地望着他。他说他喜欢沈赞，想做他弟妹。雨势渐大，噼里啪啦地砸在窗棂上，也敲开了记忆的闸门。最初他对宋明熙这个继母带来的小尾巴并无多少感觉，不过是个骤然失户、怯怯生生的小丫头，看在继母的面子上，容他在自己眼前晃荡。这丫头聒噪得紧，整日围着他问东问西，扰他清静。他那时课业繁重，心气又高，不耐烦得很，每每被他缠得烦了，便头也不抬：沈赞，你带他玩去。沈赞性子温润，又与他同龄，正好应付他那些在他看来幼稚又麻烦的性质。他乐得清闲，将他彻底丢给了树地。宋明熙像润而无声的春水，也像一只误闯深宅的雀儿。春水温柔，汇入他寡淡的人生。雀儿一路叽叽喳喳啄开了他紧闭的窗。不知何时，他便不再觉得他烦了，甚至在某个午后，忽然想看看他，远远看一眼，便立刻转身，像是不能让人窥见他潜藏的小心思，那点隐秘的，连他自己都不愿深究的悸动，在某个午后被猝然击得粉碎。那日晌午，继母宋氏遣人来请用饭，沈从对这继母并无恶感。母亲心丧，父亲便急不可耐迎新人入门，他心中始终横着一根刺。这并非宋氏的错，他待他甚至称得上亲厚，至少比他那风流荒唐的父亲强得多。席间不过寻常寒暄，继母偶尔问几句课业，他简短作答，直到他放下银柱，状似无意地问起，从而觉得明熙那丫头如何。沈从执汤匙的手机不可察的一顿，声音平淡无波：表妹天真烂漫，自然是好的，一个挑不出错的答案。
用完膳，他略坐片刻便告辞。走到半路才想起袖袋里一枚随身印章落在了外间的案上。他折返，脚步放得轻。刚至廊下，欲唤人，内侍继母与嬷嬷的低语却清晰地钻进耳中。夫人既问过公子意思，瞧着也不反对，这事儿变成了一半了。但愿吧，可惜我身子不争气，没能诞下一儿半女。明熙若能嫁与从儿。沈从立在廊下片刻，转身离开。那之后，他就再也没办法正常地对待宋明熙。宋明熙，你对我有多少是情谊，又有多少是不得已的逢迎？所有举动都像是被明晃晃地标上别有居心4个字。疏远他，推开他，刻薄他。后来生辰宴，他被旁边那些公子哥讥笑。他听见了。看吧，宋明熙，这就是你汲汲营营想攀附的圈子。你，连同你姑母那点心思，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个笑话。他拂袖而去，没有半分停留。而现在他想，宋明熙，你对沈赞是真心的吗？如果不是，我会是你的最好选择。如果是，那一切也尚有转圜余地。沈从说要成全我的心思，结果自己却一连几日不见人影。在露面时，他邀我同游郊外枫林，我犯懒，不想去。他像是被什么东西噎了一下，才接着道：沈赞也去，届时撮合你们。我眼睛一亮，当真？沈从没回答，硬邦邦地撂下话：辰时2刻，府门。说完转身就走。隔日清早，我特意换了身新做的鹅黄衫子，对镜抿了抿唇脂，一路小跑到了府门口。马车已在候着。我目光下意识寻找沈赞，却先撞见了一团浓烈到刺眼的绛红。沈从就站在最前头那辆马车旁。他平日里穿的素净，不是青就是白，可今日未免也太招摇了吧。阿西觉得长兄这身如何？沈赞不知何时已站在我身侧。他今日只是寻常的玉色衣袍，倒与我很相称。我斟酌着用词，表兄不太适合红色。实话实说，沈从姿色是不差，如水清莲，该衬青竹雪色，自有一段拒人千里的金贵气度。可这浓烈的绛红，像一幅素雅的水墨画，陡然泼上了一整罐朱砂，不大和谐。沈赞一愣，随即低低笑出声，肩膀微颤，眼弯成月牙，朝我极轻地点了下头，无声赞同。他鹅黄色的发带被风一吹，拂过我肩头。长兄今日很是用了些心思。他感叹一声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我有些纳闷。沈赞笑而不语，是那种有点得意的笑，像打了胜仗的黎奴。等人到齐了，准备上车，我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不对。3弟、4妹、5弟、6弟，这阵仗哪里是撮合，分明是休沐带小孩。我几步追上前头正要登车的沈从，表兄，顾不上他的脸色，压低声音，满是不解：你不是说要撮合我跟沈赞吗？我朝后面那热闹的大部队努努嘴，这算哪门子撮合？拖家带口的，人多。他顿了顿，像是实在不知道说什么，眼一闭，挡煞。我被他噎得一时说不出话。挡煞？挡哪门子煞？我跟沈赞是什么天造地设的煞星吗？长兄肯定是想教导弟妹观景识物。沈赞跟过来，展开一件披风，拢在我肩上。外面冷，上车吧。马车一路行至枫林深处，秋意正浓，层林尽染，如火如荼。车刚停稳，孩子们便如同出笼的雀儿，叽叽喳喳，迫不及待往下冲。这次出行为图轻便，只带了2、3奴仆，哪里看得住这群精力旺盛的小祖宗？沈从本欲朝我这边迈步，4妹却已扯住了他的袖脚，仰着脸脆生生问：长兄长兄，我能下河摸鱼吗？5弟6弟分别抱住了他一条腿。沈赞施然走到我身侧，仿佛没看见沈从被团团围住的窘境，对我温言道：听说那边有株100年丹枫，阿西可愿随我去瞧瞧？正好长兄要教导弟妹，我们便不打扰了。沈从被缠得脱不开身，想说什么，又被奴仆的尖叫给挡了回去。大公子、3公子要上树，
我们拦不住。沈从心下一惊，回头便看见三弟已经爬到了一棵大树上，居高临下的朝他扮鬼脸。他脸色一黑，咬牙切齿，老三。沈赞全当没听见，牵着我步履轻快地绕开那片战场。身后遥遥传来沈从压抑着暴躁的声音：下来，赶紧下来。小五，不要拽我玉佩。沈老三，你敢碰那马蜂窝试试？四妹，你别带弟弟乱跑，还不快拦住他们两个！我在心中默默为沈从点了根蜡。表兄，又当红娘又带娃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我俩没找到那株百年丹枫。沈赞寻了块溪边平坦的大青石，拿帕子擦净，示意我坐下，自己却撩起衣摆，姿态随意地蹲在了水边。我也学着他的样子，蹲在他身侧，盯着水面下鸡尾灵活穿梭的灰鲫小鱼发呆。要表白吗？怎么说啊？还是该学话本里折枝为赠？可这光秃秃的，哪来的话？阿西在想什么？这么出神？他侧过脸看我，我望着水中他晃动的倒影，心思还缠在那些滚烫的字句上。话已脱口而出，在想你。沈赞点在水面的指尖倏然停住，只剩一圈漾开的涟漪。我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慌忙摇头，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只是在想表白的话怎么说而已。可我那磕磕绊绊的解释还没说完，就被他打断了。我也在想你。啊！我愣愣地看着他，脑袋发懵。我想你对我究竟是何心意？想你是否知晓？我心悦你。我心悦你，不是没幻想过。可当这轻飘飘的4个字真真切切砸下来，砸在心尖上，整个胸腔都嗡嗡地响，像有千百只雀儿同时扑棱起翅膀。亲昵的举动，同色的衣衫，刻意的相邀，一幕幕争先恐后涌上来，烧得我脸颊滚烫。原来每一次靠近，每一次触碰，每一次浅笑低语，底下都藏着同样的心思。我想我应该大声告诉他，我也心悦他，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。但事实是，我盯着沈赞近在咫尺的脸，他脸颊染上绯色，眼底水光潋滟，眉眼间尽是情意，美色当前，心动难抑。我脑子里那根弦啪的断了，等反应过来，人已经轻身凑了过去，唇上传来一点微凉的柔软的触感，像一片羽毛轻轻拂过。水声、风声，远处弟妹隐约的嬉闹声全都消失了，只有我擂鼓般的心跳震耳欲聋。沈赞的身体骤然僵住，他猛地抬眼，里面全是猝不及防的惊愕。阿西，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威哑，几乎是气音。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，脸颊轰的一下烫起来，慌忙想退开，身体却不听使唤，僵在原地，与他大眼瞪小眼。不行，不能这么僵着，得说点什么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声音有点发飘。那个盖了章的。我胡乱地指了指他的唇，又飞快地指向自己，就是我的了。我也心悦你。说完，我一把捂住脸。丢人，太丢人了。宋明熙，你怎么就亲上去了？就算学话本也不能学的啊。我正懊恼，却没听见对面答话，放下手，悄咪咪去看他。沈赞终于有了动作，他缓缓抬起手，轻轻抚过自己的下唇。在抬眼时，方才的惊愕已然褪去，眸底漾开一圈圈难明的涟漪。我是阿西的。他狐狸眼微微眯起，轻飘飘地问，要再盖一个吗？回去时，我一路都垂着头，生怕被看出端倪。毕竟哪有刚表白就把人嘴亲中了的呀？结果纯属多虑，因为沈从带孩子带得快死了，眼皮都懒得抬，只朝我们这边扫了一眼，大约是见人齐了，便疲惫地挥挥手回府。此后他大约觉得撮合得不够到位，又说城南新开了家极好的酒楼，正好让沈赞带你去尝尝。我们想借此摊牌，并感谢表兄。结果才刚上棋，他被同窗认出，硬被拉去隔壁诗会指点1、2。那雅间隔音奇差，隔壁高谈阔论，吟诗作赋，吵得人恼人疼。我与沈赞对视一眼，
默默加快了动筷的速度。等隔壁结束，我与沈赞早就吃完结账走了。一回是去城外寺庙赏梅，他信誓旦旦后山人少清静，结果走到半山腰，毫无预兆的暴雨倾盆。他准备的伞只够遮两人，自己撑了一把。沈赞把伞稳稳罩在我头顶，自己半边肩膀顷刻湿透，却将我护得严严实实。雨连如瀑，山路泥泞不堪。沈从脚一滑要往我身上扑，沈赞眼疾手快地把我往旁边一拉。最后他新衣沾了一身泥，回府就染了风寒，在屋里躺了好几日，月老都没他敬业。我带了点心去探望他，推门进去，药味未散。沈从半倚在床头，脸色有些苍白，手里捏着卷书，眼神却虚虚落在帐顶。见我进来，他目光才动了动，坐直了些。表兄好些了没？我把食盒放在桌上，尽量让语气轻快，给你带了润肺的。他声音闷闷的，视线在我脸上停留片刻，又移开，劳你挂心。气氛有点沉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告诉他，毕竟他撮合的那么辛苦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指尖无意识地绞着衣带，我和沈赞，我们在一起了。话一出口，心间还是忍不住跳快了几分，脸颊也微微发烫。沈从捏着书卷的手指骤然收紧，指节泛白。我被他看得心头发紧，赶紧补充，这还得多谢表兄，要不是你想着法子让我们独处，可能还没这么快呢。屋里静得可怕，只有我略带尴尬的笑声在空气里飘了一下，然后迅速沉默。沈从盯着我，像是深吸了一口气，像是把什么汹涌的情绪死死压了下去。他忽然笑了，那笑容挂在苍白的脸上，比哭还难看。宋明熙，他开口，声音沙哑的厉害，你告诉我，你喜欢他什么？那张脸吗？天底下好看的人多了去了，你怎么就……我绞着衣带的手指顿住了，有些无语。表兄，我应该没那么肤浅吧？那你为何喜欢他？他像是真心疑惑。为什么喜欢沈赞？当然不只是那张脸，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们之间那份难得的平视。我出来沈府那年，战战兢兢，无论怎么小心翼翼，总有人在我身后窃窃私语，或怜悯或审视的目光像沾了水的柳絮，怎么也摆脱不掉。沈从待我纵有片刻温和，却也不经意流露出过不耐，是那种高高在上，但他很惨也不能一般见识的厌烦。只有沈赞，从最初他就把我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，他从未觉得陪我看蚂蚁搬家无聊，也不会觉得我请教他的问题很愚蠢。他会认真听我说所有无聊的事，陪我做那些在别人眼里很枯燥的事。他未曾把我当作谁的附庸，也未曾怜悯我过去的遭遇。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是他要施舍的，也没有什么是我要仰仗的。在他面前，我就是宋明熙，不必讨好，不必自怜。可这些怎么对沈从说呢？我只说我说不上来，这事本来就没道理可讲。沈从半晌，他突然笑了一声，声音低低的，也是，这是哪来的那么多道理？我该说的都说完了。轻声道别，我转身轻轻拉开房门，木门发出细微的吱呀声，隔绝了身后那片令人窒息的沉默和药味。外面的风带着点凉意，吹在脸上，反倒有种解脱的清爽。我没有回头，抬步走了出去。门在我身后无声的合拢，日子像廊下融化的雪水，悄然划过。我和沈赞的事，像早春枝头捂不住的花苞，只是姑母跟前总得有个交代。年关将近，府里张灯结彩，连空气都浮着暖融融的糖糕香。姑母精神好了些，倚在暖阁熏笼边，手里捻着彩线。窗外飘着小雪，窗棂上凝着细密的水珠。我和沈赞坐在他一边，炭盆里碧苞清响。姑母，我剥了颗蜜橘递过去，指尖沾了点凉意，心却跳得有些快，有件事想跟您说。姑母接过橘子，暖黄的烛光映着她温婉的侧脸。她抬眼，目光在我和沈赞之间轻轻一绕，像是捕捉到了什么，嘴角的笑意淡了些。沈赞声音温和却清晰，母亲，我与阿西两情相悦，想求您成全。暖阁里静了一瞬，
姑母的目光定定落在我脸上，带着探究，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，最终化作一声极轻的叹息。他没看沈赞，只问我：阿西，是真心的？是。我用力点头。姑母，是沈赞，一直都是他。姑母沉默了，指尖无意识地捻着那根彩线，半晌没说话。那现在他指尖缠了又松，松了又缠。就在我以为他要反对时，他忽然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，像是终于放下了什么重担。罢了，他声音低低的，你们两个孩子也好。年关一过，沈赞便请了相熟的官媒，3书6礼，规规矩矩走下来。府里上下都心照不宣，只道是水到渠成。紧接着便是春闱，沈从、沈赞二人接入了场。放榜时，名次虽非顶尖，却也算得上光耀门楣。府里喜气未散，沈赞转头便与长辈商议起婚期，定在了榴花照眼的5月。婚期渐近，府中张罗的热闹。姑母将我唤到跟前，打开一个半旧的匣子，里头是几件成色极好的首饰，并一叠厚厚的银票地契。我摇头还未说话，他便把匣子塞进了我手里。都是你爹娘留给你的，我只给你置了间小院。骗人！当年家里生意出事，已将家产变卖的差不多，哪里还有这么些东西？我没说话，眼眶微微发热。姑母却笑了，轻轻揽着我的肩，为我将鬓边碎发别到耳后。我们阿西受了那么多苦，以后得好好的，以后都得好好的。他又拉着我细细叮嘱了许多事，我一一应下。婚前不让新人相见，为忌讳，我搬去了姑母给置办的院里。出阁前1日，沈从来了，兄长的一点心意，给你添装。2匣东西，其中1匣是珠翠珍宝，价值连城的物件上放着从前被他没收的荷包。我有些受宠若惊，他避开了我的视线，只道：另1匣是沈赞生母当年留的东西，他前几日清点出来，托我带给你。多谢表兄。他看了我许久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可有些话不必再说了。最后他起身离开。成亲那日，累得我魂儿都要从头顶飘出去。凤冠压得脖子酸，层层叠叠的嫁衣裹得人像只笨重的粽子。繁复的礼仪折腾下来，眼皮都快睁不开了。就连合卺酒都是闭着眼，由沈赞拖着手腕，稀里糊涂灌下去的。最后一道门扉隔绝了外头的喧闹。红烛高烧，映得满是暖容。我软软地瘫在铺着白子千孙锦被的拔布床上，长长吁出一口气。身侧微微一沉，沈赞挨着我坐下，替我卸下珠翠凤冠。头皮骤然一松，我舒服得几乎喟叹出声。沈赞扶我起来，一旁摆着备好的小菜、糕点和热粥。我和他挤在窗边的小几旁，狼吞虎咽起来。肚子里有了热乎气，人才算活过来。烛花噼啪轻爆，沈赞则起身，不知从哪找到礼单，又顺手捞了把算盘回来。来，阿西。他狐狸眼弯起，带着点促狭，算算咱们今日的收成。我扑哧笑出声，也来了精神，凑过去看。他指尖拨动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正喜礼金，各房长辈一共给了，再加上我们原先攒下的。最后一颗算珠归位，他抬眼看向我，够你在东市盘个不大不小的铺面了，还能余下些，做你头2个月的周转。我嘴里含着的半块栗子糕忘了咽。铺面，他声音放得轻缓，却字字敲进我心里。卖点心也好，胭脂水粉也好，总归是你的倚仗。倚仗，这2个字轻轻落下，却在我心湖里砸出深重的涟漪。姑母隐忍半生的影子，那些年寄人篱下，一帧帧一幕幕，猝不及防地涌上来。我试图笑，声音却有点干。我不是有你吗？他微微一怔，旋即笑了。阿西，人心是最靠不住的东西。我盼着与你白头，自然千好万好。可我也盼你不必看谁脸色，不必求谁施舍，离了谁都能站得直，活得好。沈赞见过他父亲的凉薄，他比谁都更早、更清醒地看透了这世间情爱的脆弱之处。情爱难料，今日蜜糖，焉知不会是明日砒霜？所以他不要他像浮萍，
依附着他这棵看似稳固的大树。他要它成为一棵能自己扎根，哪怕风雨来袭也能挺立的树。他希望他的阿喜，无论世事如何变迁，人心如何流转，都永远有说不的底气。沈赞，我声音带了点不易察觉的哽咽，想说什么，却又觉得言语太轻。他看穿我的无措，伸手将我揽进怀里，下颌轻轻抵着我的发顶，温热的呼吸拂过耳畔。傻姑娘，他低笑，胸腔微微震动，哭什么？往后你是宋老板，我是宋老板身后打杂的。他故意拖长了调子，带着点促狭的得意，那点泪意被他一句话逗得生生憋了回去，心头却胀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稳。我从他怀里挣脱出来，指尖戳上他胸口，谁要你打杂？那要如何？他眨眨眼，好整以暇地看着我。我凑到他跟前，拖长了音，给本老板暖床吧。沈赞笑了，长指顺着我的长发勾起几缕。那小的伺候您就勤。烛火摇曳，映着他眼中浅浅的笑意。我看着他，恍神了半晌。幸好是他啊，幸好这辈子是他。糕点铺开在东市，用宋明熙名字命名的。起初不过几样他俩自己琢磨的点心，因用料实在，价格实惠。不过3月，铺面便日日飘香，顾客盈门。当然，这其中也离不开沈赞这位贤惠的老板夫。曾有同僚问起哪家点心好，沈赞矜持笑道：城东明熙斋，我夫人开的。我们近日出了特供的荷花酥，带些回去给嫂夫人尝尝。同僚去了，打折，还额外送了份蜜饯。次日上职，见了沈赞便笑：内子今日害喜的厉害，什么都吃不下，只嚷着你家的点心好吃。沈兄明日帮我预留些，可好？沈赞自是含笑应下，这像打开了一个口子。渐渐的，同僚间私下传开了，明熙斋老板的夫君是沈赞，可以找他预定。于是隔3差5便有人寻到沈赞之房，或递个纸条，或口头叮嘱。家妹特地嘱托了，让我找沈兄订一盒桂花糯米藕。沈兄，那梅子酱馅儿的酥饼，明日可否预留2盒？家母念着了。他案头除了公文卷宗，偶尔也压着几张素笺，上面记着某某府上订的糕点和取货日期。生意好时，关店便晚。沈赞下职后，会打扫好新家，再踏着渐次亮起的街灯去接阿西。行至半途，远远便瞧见那熟悉的身影正同伙计忙碌着。他脚步微顿，无声地看着，这让沈赞想起很久以前，宋明熙刚来沈家那会儿。他看着他，总觉得像另一个自己，同样身无所依，同样困于樊笼。真正让他心弦震颤的是那年他13岁生辰。他其实不过生辰的，他娘答应陪他过生辰，后来生辰没过，人就走了。那点微末的欢喜成了倒刺，年年扎进心口。府里无人记得，他也乐得清静，只当寻常1日。可宋明熙不知从哪打听到了。那晚他待在自己的小院里，月下细碎的脚步声却打破了寂静。他抬头看见宋明熙提着一个小小的纸糊的灯笼寻了过来，灯笼的光晕昏黄微弱，在他脸上跳跃，映得他鼻尖沁出细汗，眼神却亮得惊人。沈赞，他喘着气，声音在寂静里格外清晰，带着点找到人的雀跃。他跑到他面前，献宝似的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油纸包，打开，里面是2个不太圆的寿包，顶上点着粗糙的红点，一看就是他亲手做的。我跟厨房学的。他脸颊微红，生辰极乐呀，沈赞。他想说他不过生辰，可他眼睛好亮，连明月都偏爱地照了他满身，心好像软了软，长久以来的晦暗似乎也被这微光悄然驱散了一角。从此他贫瘠的生命里有了一轮月亮。街市的喧嚣将沈赞从绵长的回忆里拉回。宋明熙一抬眼便看见了街角含笑静立的沈赞。来啦！他眉眼弯弯，自然地朝他伸出手。沈赞快步上前，将他微凉的手裹进掌心，暖意顺着指尖蔓延。回家了。2人并肩走在长街上。
他叽叽喳喳说着今日的趣事。最近新研究出的方子，哪样点心卖得最快？想在城南开分铺。沈赞侧耳听着，偶尔应和，目光却始终笼着他生动的眉眼。他抬眸望了望天边，夏日天光绵长，西天铺着橘粉的霞，还未到月升之时。没关系，他已然握住了自己的月亮，温热的，鲜活的，独属于他一人的。宋明熙。全文完。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